不行！火影因为陨石的长期影响。哥，咱是不是成陪葬死了？为啥一点风都没了？你听到什么声了吗？哥，你别吓我，咱真进了鬼海。有人吗？救我！我乃南越丞相吕家，刺入珍宝。这些全都给尔等！救我！救！器皿的雕纹与石碑上的一致。越人虫蛇，这里确实是南越时期的特有构造。那两个渔民不会真看见吕家被海妖吃了吧？当年汉武帝平叛南越，吕家确实曾携宝出海，但让他身首异处的是汉江陆伯德，不是海妖。马上和气象台确认台风登陆时间，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做好防护工作。好。这里是大门。这座遗迹里会不会真的有吕家的陵墓？
无痕，这里危险，你怎么才来？赶紧走！谁说你们可以走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妨碍考古是违法行为？考古队，让他们把门打开。原来是2位专家呀！来了都是客呀，帮个小忙呗，开个门。俺们不会帮你的。你休想离我们道歉！哟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啊，开门吧！啊，走，好，走。平口属生，那个本子上应该是顾林自己收集的南越资料。蛇纹索引。无痕，蛇纹内部是锁芯，交给你了。内阁无所，两无三案，按索有轻微震感，3巴掌。第1路定锁。2路明锁。什么玩意儿？开了个寂寞。你也看到了，打不开。什么玩意儿？起开！他刚刚只是把钥匙放了进去，那本资料有表示出蛇纹锁眼，敲击锁眼或许可以触发开关。晃什么晃？有什么害怕的？真是。开了，葛先生要的东西就在里面，里面应该还会有机关，带上他们。走。哎呀，够壮观的。坤为火，海神为气，这样大型的海洋文明雕像群，绝对是南越时期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。吕家，也许是真的。
这符号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安安在就好了。这里要氧化坍塌了，快跑！快，走吧！停下！抓紧了！撒开！不要放手！不要！顾里！狗队底下那么大动静，送他出海。
干嘛？老吴，你醒了？你不是去考古队帮忙吗？你怎么掉海里去了？你的病不会又严重了吧？什么又严重了？哎，老吴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在码头新认识的顾小姐，她也是要去跟顾教授会合的。哎，老吴，你干啥？返航。我们刚来，为啥返航啊？放手！不放！马上就要来台风了，必须返航。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这个海上海流变幻莫测，确实挺危险的。咱现在回去吧，也挺好。哎，顾小姐，您别生气，老吴他耳朵特别灵，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，连顾教授都听他的。救我！救我！所以咱们晚一天去，其实也耽误不了什么。老吴，你是不是有个大病啊？你怎么又变道了？老吴，你等等我啊！你到底在找什么呀，老吴？老吴！人呢？救我！救我！资料和人都给我带回来。我看你刚刚藏了什么？没什么，走。不走！那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你放手！出去，我再跟你解释。刚刚那人是谁？我不认识。你撒谎！志士的军靴，还有他身上的装备，那个人是夏斗的吧？那咱是不是得报警啊？这么穿的人多了去了。东西拿来我就信。没有东西，爱信不信。走。我该做什么你说了不算，是我哥让我来的。你当初答应帮我哥完成考古发掘，现在任务还没有结束你就想走，言而无信是你的习惯吗？这事儿跟当年的不一样。啊，当年什么事儿啊？你俩认识啊？怎么不一样？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，连拒绝都会逃避的人。顾小姐是顾教授的妹妹，这我去了我，她就是那个当年你明知道她要跟你表白，结果你闭嘴！闭嘴！到此为止，我哥我自己找。顾从安，啊！你，喂，老吴，老吴！顾林，我该怎么办？难道要我告诉他你已经死了？做兄弟的，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！顾小姐拿了笔记本，本来是要把你扔海里的。哎，对了，既然你拒绝了顾小姐，你不介意我追她吧？提前跟你说一声啊，不准生气。
他不在这儿。阮先生，跟丢了。明白。啊，咱们就这么一直找也不是办法呀。哎，半步坡，这竟然还有村子啊！奇怪，不是说荒岛吗？笔记上标记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你过来看看，这上面写着，你等等我。那个，我来之前听说这有什么海雕还是海鬼的，会迷惑人心，还会把人拖进水里绞死。这村子怪怪的，被咱们给碰上吗？相传鬼城丰都有一处山地，就叫半步坡，住的都是厉鬼。啊！你别吓我呀！穿墙术是影像。谁在敲我？他们怎么动不动啊？只能歇会儿。这看起来像是个密室。别拍了，赶紧走。那个柱子上刻的是南越时期的符号，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。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，先撤再说行不行啊？走吧。走。小狗那么快就醒了噻？你这迷香，看来效果不行啊。本身也不是用来招待你们的。嗯。
哼，你们吴家人的命是短了点，但也不至于像你那么虚弱噻。我很好。敢问，阁下是哪家在此隐居？四海为家喽。哼，把我哥的本子还给我。你哥？本子可以给你，不过，如果你们不想跟那些盗墓寻宝的一个下场，就抓紧离开。我不会走的。如果遗迹落入那些下斗的人手里，国家的损失会有多大？你们顾家人咋都一个样子？我们顾家，你们到底什么人？10年前，有一个叫顾儿的，救了我们的命。据传，当年汉武帝平叛南越，南越宰相吕嘉携宝出逃，最终流落于此。这岛上有南越珍宝的事情，一时传得沸沸扬扬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自认为有点本事，冲到宝物来，结果差点把命都搭上。如果不是碰到正在考察的顾儿，我们也许早就化成灰了。受人恩情，替人消灾，顾儿是救了我们的命，但是我们也听他说了3天3夜的思想道德教育。他希望我们用自己的本事驱赶那些盗墓贼。考得地下那么大动静，送他出海。是死是活，就有天定。原来是他们把我送出海的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看到的那些幻影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祭祀仪式，都是你们为了吓走我们搞的把戏吧？啷个能是吓嘛？要不是我们急呼破音救了你们，你们的脑壳啊，怕早就是被刺激傻了。那些其实都是死到这儿的盗墓贼的幻影。这个岛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每到雨夜雷鸣，整个岛屿就会像鬼影重现一样，浮现出过去的人和事，身临其境，真假难辨。这种鬼影会不定性的发生改变，如果陷入其中，就会发疯致死。而击鼓声是我们无意中发现最有效能打破人被困到幻想中的。不过，鼓声只能抑制轻微致幻，深度入患者还是很难救治。不过这也让我们意识到，声音呢才是关键。所以顾二想要回去找这方面的人帮忙，说是就去10天，但这一走就是10年，杳无音讯。说白了，这岛上有一种要命的声音，通过刺激人的耳神经，让人产生幻觉。幻觉？那我遇见的海妖？我查过了，这个岛上有大量的铁矿，4氧化三铁可以在雷雨夜保留几百上千年前的影像，利用这个能打造出这种现象。海妖应该是你神经被刺激后看到的某种流影。这么说，这是埋在这里的主人故意制造的陷阱，是想告诉我们，谁要想侵犯此地，都别想有好下场。还说是什么私人卫星啊，一个台风就刮没了。最多18个小时，海风会伴随着雷暴登陆。我们最好赶快回去。找不到我哥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
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回去报警。联系不上考古队，总部会派人过来探查，不需要我们。你和我哥一块来的，我哥现在失联了那么久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要我离开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这里很危险。危险？我哥随时可能都会有危险。如果连我都不去找他，还能指望你这个随时逃跑的兄弟吗？我没有逃跑，只是他不希望你参与这件事。不可能！如果我哥不想让我参与，为什么要给我发信息？我们顾家几代人都在研究南越文化。我哥死了。先生，昨晚捕捉到的声频波段分析出位置了，就在半步坡村附近。还有，我们拦截到文化局寻找考古队的信息，他们很快就会出警了。继续拦截。明白。从我太爷爷开始，我们顾家几代人都在保护和传承南越文化。有的人一生研究未得成果，有的人带着遗憾离开人世，更有的人与历史瑰宝同眠，再没能回来。这世界上未知的东西有很多，但是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。这孩子的耳力虽然天赋异常，但是他的五脏经络因为过快的接收声音的震动而备受摧残。只有尽快找到让他耳力恢复正常的方法，才能彻底的解脱。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，你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不管多难，我们都要试试。从那以后，我爸妈就再也没回来。直到我看到了报纸，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了。为了这个微乎其微的可能，值得牺牲这么多吗？我哥告诉我，考古为的是这背后整个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脉络，是最大程度对文化的解读、还原和传承。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牺牲，那些未知的文明将永远失迷。在南越，战士赴死前会把这个符号刻在自己好兄弟的铠甲上。将军百战死，马革裹尸还。一直以来你对我所有的担心和照顾，仅仅是因为我哥吗？你哥曾告诉过我，这个符号代表的是托付。如果你死了，我欠你哥的永远还不清。你只欠他的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段感情在我眼里是顺其自然，但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当面拒绝都不敢。
我的病只会恶化，我不想耽误你一辈子。对不起。我会跟你回去，但这件事必须上报组织增援。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50万，100万，不够。老吴，你快救我啊！你要的东西在这儿，把人放了。拿了东西，再也不要来找我们了。不用追了，他们不会伤害他的。顾从安对他们来说还有用。你们到底这里是啥子人？老吴，你确定阿恩是被抓到那儿了？我也不确定。要不，你先去探探路。我可以打电话摇人啊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要是没出来，你找辆车来接应。放他进来。嗯。你要的东西在这里，我的人可以放了吧？人类能够接收的声波频率介于20到2万赫兹之间，50赫兹是人类听觉的极限，低于50赫兹的声音被认为接近死亡。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听到这些死亡之音。这类人，专家称他们为亡语者。
今天非常有幸认识了一个。你跟我说的一切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们各取所需，往后不再相见就行。别着急，有些事情你会感兴趣的。据传，这座岛上有遗失千年的南越珍宝，更有人猜测，这座岛是当年权倾朝野的丞相吕家携宝逃离的地方。但并不只有金银财宝才称得上珍宝二字。实际上，这座岛是南越一位医师的要道。当年吕家逃亡途中遭遇海难，流落至此，被医师所救。这位就是南越医学史上的权威，擅长用万物相生相克之道，治愈过无数罕见的疾病。相传，他将他毕生所学铸成了一本医书。如果这本医书能够重见天日，你们说，会不会是一项造福人类的壮举？你这是在盗！在如此历史瑰宝面前，不得不敬。你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寻找这本医书的下落，但始终没有头绪。多亏了吕家的宝藏，让吴先生和顾先生打开了万象洞窟，我们才找到了一丝线索。医书的价值可远超那些俗物。医师在离世时，将其生前所豢养的红火蚁和各类奇珍异草都做了陪葬。目前，这个岛上的地下洞窟中仍有红火蚁存活。我们捕捉到了这个种群的一些声波频率。吴先生，你能听到什么吗？这个声音代表苏醒。这个声音代表召唤，但还有一种声音，我们没有破解。是公鸡。王愚者，啊，果然厉害啊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早都说了，别急。是我哥，哥，你们到底把我哥怎么了？顾小姐，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红火蚁是我们从它体内发现的，习性有别于目前我们已知的蚁种，具有极大的攻击性，很可能是2000年前的种群。因重金属和各类药物的侵染而产生变异所致，一旦入侵人体，
人将神志不清，直至死亡。我们现在给他使用的是梦兰花提取液，普通的梦兰花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，只有与红火蚁伴生，同时也产生变异的梦兰花，才有可能彻底治愈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刚才不是听到了红火蚁曾经发出召唤的信号吗？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理解？红火蚁的蚁巢就在岛上的某一个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找到了蚁巢，就能找到与之伴生的梦兰花，那个时候，武林不就有救了吗？你小子找我又有什么事儿？跟我走一趟，再借你耳朵用一下。这次的发现可能是我研究南岳历史以来最重大的。哎，我可不管啊！上一次你也跟我说什么重大的发现，这才过了几天啊，不要命了？发现历史，保护历史，是我们考古的使命，我不去谁去？那是你的使命，可不是我的使命。我只知道老头子跟我交代过了，我得保护好你。哎，帮我接一下。你这都什么书啊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出了事，你替我照顾好安安就行了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就他那种性格，我可不管啊！你等我一下。顾存，别吵了。去一个必死无疑的地方救人，你疯了？不去试试怎么知道？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才不能去。无痕，如果现在在里面的那个人是你，我可一定会去救你。从小到大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是我格挡在你面前。扫兴！他克死了他全家！你们干嘛？他是我弟弟，不是扫把星！他在这来了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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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他需要你了，你在哪儿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把解药找回来。带9缕衣，左3右7。24为肩，6、8为足，5居中央。在祭祀台。顾存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欠我们顾家任何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
顾家人你已经不再需要了。顾从安能做的只有这些，和你的那些专家没什么区别。终于轮到我出场了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投降！他就是个傻子，放了他吧。老王，你们老板已经同意放他俩走了。出去以后，立刻带他离开。那你呢？我留下，让他走。你肯定吗？顾家可是最了解南越文化的人。他没有是那么厉害。顾林还找我做什么？你现在需要的不是顾家人，你需要的是一双耳朵。是吗？想必你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老五，你可得坚持住啊！等我回来救你。不可能！老五为了救我们，舍身取义了。什么？你就这样走了？钢丝，钢丝，王愚者自有其法，全力配合。两边包夹，出动！你在干嘛？看路啊！前面手了！
生为诈，自成义。待九履仪，左三右七，24为肩，68为足，5居中央。先生，没发现任何入口，这小子是不是在骗我们？喂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半路截杀我们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又怎么能请到二位来助我一臂之力呢？你放屁！老子这都快死了！你们最好注意一点，这下面是极易碎裂的云母层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他们追的我。大粽子，五鬼搬运，这些还是影像。别开枪！我去！
阮先生，深渊范围安全，整座墓葬应该是建在铁矿内，但医师的身份不应该有如此大规模的寻藏人。赶紧撤吧！您别忘了，顾教授还在等你们呢。如果这里没有梦兰花的话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这是南岳文字，巫术。此地悬空，我们正前方还有一个找地点。双蛇雕像好像连接着什么东西。几位，请吧。这里怎么会出现一艘船呢？是宋王船，60天将，300水手，一位海上四处漂泊的亡魂。这是明朝才有的海洋祭祀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快到了，小心点。壁画。就是他了，告诉我，壁画上都说了些什么啊？医师所在的地方爆发了非常可怕的传染病，很快医师就发现这个病发生了突变，传染性极强，即使焚烧了尸体，也无法阻断扩散。大限将至，而他还是没有找到消灭这个病的办法。为了避免更多人受难，医师在军队的护送下，将染病百姓的尸体搬送到与世隔绝的岛上。这里是一个药窟，是超度枉死百姓以及阻止疾病外泄所用。
我们刚刚做的不是送王船，是送温船。老吴，咱就不该来。行，那你自己回去呗。啊？那医书呢？医书在哪？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医书。怎么可能呢？医书肯定在这儿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医书肯定在这儿啊！这里面一定有医书。别动！王医生，你帮我听听里面，医书肯定在这儿，这里面是空心的，医书肯定在里面，肯定在这儿。是红火蚁！先生，快走！老吴，走，快上船走！走啊！开船！上船！吴涵，上船！快上船！刚才谁射的箭？小子！云姐，马哥，哎。快上田里！快！你咋个？他被咬了。毒素在这小子身上扩散的速度比别人快了好多倍，必须赶紧找到解药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王宇贼听到太多不该听到的东西，早晚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我没事。老吴，你就别矫情了。本来就因为自己活不了多久，怕连累别人，你再逞能有用吗？连累谁啊？连累你！找到孟兰花，他就有救了。找什么孟兰花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吴能成这样吗？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如果现在在里面的那个人是你，我哥一定会去救你。顾从安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欠我们顾家任何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有病。绝症，没有人能够治好它。我花了5年时间才找到治好它的方法，就是那本医书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这里没有医书，只有加快死亡的传染病。
一世不惜牺牲自己，才阻止了这场传染病的爆发。如果你再这样继续下去，一旦病毒泄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跟我有关系吗？我只想活下去。你们没有人知道，我过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生命中最后那一天的痛苦。这些火蚁能够一直看到我们。梦兰花，这里有梦兰花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你没事儿？刚刚是咋个回事？应该是这些蚁群的声波频率对你们的大脑产生了干扰，加上这些梦兰花的香气，使你们产生了幻觉。梦兰花真的是解药，那我哥有救了。快到了，就快到了。医师，他俩怎么上去了？医术，真的有医术？那里是陨石打造的真空状态，一旦被打破，触摸尸体就完了。顾子曼，
我们的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火影因为陨石的长期影响，赶紧走！小心！阿玉！台风要来了。我查过，这个岛上有大量的铁矿。铁矿，那就搏一下。这里是铁矿洞，可以引雷暴。云姐，你的箭头是金属的。
去，按照你们顾家的使命，陈佳玉，带他走。不要放手！不会松手吧？如果你死了，我欠你哥的就永远还不清。我的遗书，我的遗书。